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，连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被震惊了。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月，一位来自大陆的林小姐，年龄35岁，主动联系了我们的婚恋服务平台，说想认识台湾的优质男士。丽姐，我条件很好的，在大陆有自己的公司，年收入过1000万人民币，家里在上海还有2套房子。林小姐一开口就是雄厚的资产，还特意发了她的照片给我看。确实，林小姐保养得宜，看起来最多就28、9岁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姣好，一看就是精致的都市丽人。我对她的要求很感兴趣。林小姐，你对对象有什么要求呢？我比较喜欢年轻一点的，最好是28岁以下的，身高180以上，有肌肉，长相帅气，最好是那种阳光型的大男孩。林小姐说这话的时候特别自信。学历的话，至少要硕士以上，家境不用太富裕，但是一定要有上进心。哎呀妈呀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姐弟恋吗？现在这种姐弟配确实挺流行的，但是7岁以上的年龄差，在传统观念里还是比较少见的。不过既然客户有明确需求，我当然要尽力满足。经过精心筛选，我给林小姐推荐了几位符合条件的台湾小伙子。其中有一位陈先生，今年27岁，身高183，台大硕士毕业，在科技公司工作，长相阳光帅气，很符合林小姐的要求，这位不错。林小姐看了陈先生的照片和资料后，眼睛一亮，可以安排我们见面吗？我按照流程联系了陈先生，他对跟大陆女性约会没什么抵触，而且对方条件这么好，他也很好奇，就同意了见面。第一次见面，我选了台北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。林小姐特意从上海飞来台北，穿着光鲜亮丽，全身名牌，手上的包包和腕表加起来差不多就要几十万了。陈先生则是一身休闲装扮，干净整洁，但并不特别名贵。你好，我是林静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林小姐伸出手，笑容优雅。你好，我是陈信宇，也很高兴认识你。陈先生有点紧张，但还是礼貌地握了手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第一次约会。期间，林小姐主动出击，谈吐大方，展现了她的见多识广和商业头脑。陈先生则显得有些拘谨，但他的学识和思想也让林小姐很欣赏。丽姐，这个男生我很满意，我们已经约好明天再见面了。见面结束后，林小姐兴奋地给我打电话。陈先生怎么说？我问道。他说也很开心，觉得我比想象中年轻漂亮，聊天也很投机。林小姐得意地说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小姐和陈先生频繁约会、看电影、吃饭、逛街，甚至林小姐还去参观了陈先生的公司。从表面上看，两人相处得很融洽，但是我却从陈先生那里感受到一丝迟疑。丽姐，林小姐人是挺好的，但是她对我太好了，总是请我吃贵的餐厅，还送我名表，我有点不太适应。陈先生坦白地告诉我，我知道在台湾的传统价值观里，男生一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恋爱关系中承担更多，对方太强势反而会让他们不舒服。你跟他沟通过这些问题吗？我问道。说过几次，但他总说这些都是小事，不要在意。陈先生叹了口气，而且他好像很急着确定关系，才认识1周就问我对结婚有什么打算。哇，才1周就问婚事，这也太急了吧。虽然说女生到了35岁确实会比较着急，但是这也太闪婚了吧。我认为感情这种事情还是要慢慢来比较好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我安慰陈先生，年轻人不要有压力，感情的事情需要双方都舒服才行。你如果觉得不适应，可以跟他好好说明。没想到在我的话音刚落，林小姐就又打来电话，语气特别激动。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陈信宇，我感觉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林小姐，感情是需要时间培养的，你们才认识1周，要不要再多相处一段时间？我好心提醒道，丽姐，你不懂啦，我这个年纪哪有那么多时间慢慢来？我事业上花了太多时间，现在想要抓紧时间成家。林小姐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有个想法，想请你帮我传达给陈先生。什么想法？我有点担心。
我打算给他一笔钱，300万新台币，作为我们结婚的诚意。如果他同意跟我在一起，这笔钱就是他的了。林小姐语气很坚决。天啊，我当场就愣住了，这不就是变相的买老公吗？虽然说现在姐弟配流行，有些姐姐会对弟弟好一点，但是直接开价300万新台币，这也太直白了吧。这让我想起了网上那句流行的话，有钱能使魔推鬼，但是感情真的能用金钱来衡量吗？林小姐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我试图劝阻，感情是2个人的事情，不应该掺杂金钱交易的成分。丽姐，你不要用老一套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。林小姐有点不耐烦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爱情和金钱本来就分不开。我有钱，我愿意为自己的幸福投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作为红娘，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客户，但像林小姐这样直接的还是头一次见。虽然很为难，但职业道德要求我必须将客户的意思传达给对方。于是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约陈先生出来喝咖啡，婉转地向他传达了林小姐的提议。什么？300万新台币？陈先生一口咖啡差点喷出来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这是在干嘛？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这分明就是一场交易。陈先生，我只是传话，也觉得这样不太合适。我赶紧解释。丽姐，我理解你的难处。陈先生冷静下来，但请你转告林小姐，我不是那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人。感情是2个人的事情，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其实很认同陈先生的观点。于是我将陈先生的回复告诉了林小姐。什么？他居然拒绝了？林小姐震惊不已。丽姐，300万新台币啊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在台湾年轻人要工作多少年才能存到这么多？他是不是觉得我开的价格太低了？林小姐，陈先生不是嫌钱少，而是原则问题。我试图解释，在台湾，尤其是像陈先生这样有学识的年轻人，很看重感情的纯粹性。纯粹？哈！林小姐冷笑一声，丽姐，别天真了。这世界上哪有纯粹的感情？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掺杂着利益因素吗？只是大家不说破而已，我至少很诚实。我叹了口气，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这个话题。林小姐说的也有道理，确实很多婚姻都有现实的考量，但是如此直白的用金钱来衡量，还是让人感到不舒服。丽姐，这样吧，你再帮我约一次陈先生，让我亲自跟他谈。林小姐最后说。我思考了一下，觉得让他们自己沟通可能是最好的方式，于是就同意了。不过为了避免尴尬，我决定这次约在一家餐厅，我也会在场，以便调和可能出现的矛盾。约定的那天，林小姐精心打扮，穿着一身价值不菲的套装，陈先生则是简单的衬衫牛仔裤。一开始气氛还算和谐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近况。吃到一半，林小姐突然拿出一个信封，推到陈先生面前，信语，这里面是300万新台币的支票。我是真心喜欢你，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。陈先生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他看了看信封，又看了看林小姐。林小姐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我不需要这些，为什么不需要？林小姐追问，你是嫌少吗？还是觉得我这人不够好？都不是，陈先生摇摇头，我只是觉得2个人在一起应该是因为彼此喜欢，互相欣赏，而不是因为金钱。噗嗤，林小姐笑出声来，信宇，你还真是单纯。在大陆，像你这样优秀的小伙子早就被富婆们抢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认识的好几个闺蜜都找了比自己小5、6岁的老公，人家不照样过得幸福美满？这有什么的？陈先生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林小姐，我尊重你的想法，但我们的价值观可能真的不太一样。在我看来，婚姻是2个人互相扶持的长久承诺，而不是一场买卖。什么买卖？你这话就过分了。林小姐有些生气，我只是想表达我的诚意。你1个月能赚多少？3万、5万，我给你的这笔钱够你工作5年不止了。你何必那么死脑筋？我看气氛越来越紧张，赶紧打圆场。2位别急，感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彼此理解。要不我们先冷静一下？丽姐，我已经很冷静了。陈先生站起来，林小姐，我很感谢你的好意，
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这种关系。抱歉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餐厅。林小姐怔住了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她走了。她真的走了？丽姐，台湾的男生都这么不识抬举吗？还是只有她这样？我摇摇头，林小姐，其实你们的差异不仅仅是金钱观的问题，还有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。在台湾，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也比较务实，但多数人还是比较含蓄，不会这么直接地将金钱与感情挂钩。哼，装什么清高？林小姐气呼呼地收起支票。丽姐，你再给我介绍几个吧，我就不信台湾没有识货的男生。林小姐，我觉得可能需要调整一下策略。我试探性的建议，与其直接提出金钱条件，不如先建立真正的感情基础，让对方了解你的为人，欣赏你的才华，这样才能建立健康的关系。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？林小姐一脸无奈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我们大陆的竞争有多激烈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女强人，想找个合适的对象太难了，男人都怕我，同龄人嫌我强势，大叔们又配不上我的活力，只有小奶狗才能接受我的强势，还能带给我新鲜感。小奶狗，我一头雾水，就是比自己小的，性格温顺，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男生啦。林小姐解释道，现在大陆特别流行姐弟恋，年轻男生愿意跟着优秀的姐姐，姐姐能带他们见世面，给他们资源，这是双赢的事情啊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大陆这种干姐弟关系已经很常见了。确实，不同地区的婚恋观念有差异，这也是跨文化交流的难点。林小姐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是台湾的社会氛围和大陆还是有区别的。我耐心解释，如果你真的想在台湾找对象，可能需要尊重这边的交往方式。林小姐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，丽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太强势了？不是强势的问题，我坦率地说，而是表达方式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但方式方法很重要。林小姐若有所思，那你给我支个招，我该怎么做？首先，不要把金钱放在台面上谈，感情不是交易。我建议道，其次，给彼此多一点时间了解，不要急于确定关系。第三，尊重对方的想法和感受，不要过于强势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林小姐点点头，虽然语气中还带着一丝不情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小姐倒是真的没再提金钱的事情，但她依然活跃在社交平台上，四处打听哪里能认识台湾的年轻帅哥。甚至有一次，她在脸书上发了一条征婚启事，直接写明大陆成功女企业家寻找年轻有为的台湾男士，诚意十足，条件优厚，一时间引来不少关注和议论。这件事很快在我们的婚恋平台上传开了，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有人觉得林小姐太直接，有人则认为她很勇敢，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1周后，林小姐又联系了我，丽姐，我想再见陈星宇一面，你能帮我约吗？我保证这次不谈钱的事情。我有些犹豫，林小姐，陈先生可能不太愿意见面了。求你了，丽姐。林小姐恳求道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想向他道歉，告诉他我错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有些动摇了。或许人真的能改变呢？于是我尝试联系陈先生，但他直接回绝了。丽姐，抱歉，我真的不想再见面了。我觉得我们的三观差异太大，没有继续的必要。当我把陈先生的回复告诉林小姐时，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丽姐，其实我也明白自己的做法不对。在大陆，我习惯了用金钱解决问题，忘记了感情是买不来的。我能感受到她语气中的失落，便安慰道，林小姐，每段经历都是一次学习。你条件这么好，一定会遇到合适的人的，你知道吗，丽姐？林小姐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嘲。我在大陆的朋友圈里发了这件事，居然有很多人觉得我开价太低了。他们说300万新台币才100万人民币不到，买个包都不够，怎么可能买到一个优质老公？我不禁苦笑，林小姐，问题不在于价格高低，而在于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感情。我现在明白了。林小姐叹了口气，或许我该回大陆了，在那边至少大家的想法和我更接近一些。
最终，林小姐结束了在台湾的征婚之旅，回到了上海。半年后，她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她挽着一个年轻男子的手臂，男子看起来20出头，阳光帅气，配文是遇见对的人，不在乎一切条件。我不禁莞尔，不知道这次他是真的遇到了真爱，还是又用了他惯用的招数。这些年来，我见证了无数对情侣从相识到相恋，从牵手到结婚。每一对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，每一段感情都有其闪光点。有时候我会想，或许爱情本身就是一个谜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适合自己的那一种。回到林小姐的故事，我始终相信她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爱情方式。虽然一开始她的方法太过直接，但经过调整，她也慢慢明白了感情的珍贵之处。现在每当有客户问我婚恋经验时，我都会说，真正的爱情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，而是两个人在漫长的时光中相互陪伴，共同成长的过程。感谢大家听完这个故事，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下期我会带来更多有趣的婚恋故事，记得关注我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